其实之前吧，在我妈的开导之下呢，他已经打算离婚了。可是不知道为什么，他突然就把我妈给拉黑了，而且最近他也不在公司，一直都是远程指挥我们。所以我估计，十有八九就是她老公在背后搞鬼。如果这次救不了她的话，恐怕以后是东了。对，所以呀，这不逼着我用大招吗？只有公司出事儿，他才会现身，我就有机会见着他了呀。本来呢，今天晚上要上新一期新的推送，明天准时发布。可是现在呢，这视频就压在我手里，我就是不发，我还玩失踪。那组里的人肯定不敢冒着开天窗的风险不上报吧？那老板知道以后，是不是就得回来问责我？林妙妙，你这胆儿挺肥呀！你只要搁在古代，也算得上是冒死进谏的命官了。不过我可告诉你啊，no 作 no die 啊！我就作。妙妙，你不能硬来，我明天给你个道具包，你给田总。道具包。早。早。妙妙，早。哎，妙妙，你总算来了。我跟你说，你可惹大麻烦了。田总今天来了，让你一到立即去汇报情况。这是成片，交上去吧。哦，好。妙妙手里拎个什么东西进去了？到底什么情况？电话不接，信息不回，不知道这是行业大忌吗？您先别生气，片子我已经交给帅帅去上传了。我这么做就是想见到您。如果给公司造成任何损失，我都认罚。但是您先听我说两句。说。田总，我身边也有人经历过和您类似的境遇。与其推开别人帮助的手，不如主动从泥潭里爬出来。你这个年纪不会明白的。生活里到处都是这样的阿杂，躲不掉的。生活嘛，生下来活下去，为什么要躲呢？谁不是跟自己的人生狭路相逢呀？你要说什么我明白，但我不能为自己而活。这段婚姻如果要有什么意义的话，就剩下我女儿了吧。甜心儿5岁了，她跟林狗狗一样大。我也跟我弟多年作战的经验担保，5岁的孩子他什么都懂了。您以为您天天受苦遭罪，甜心儿不明白吗？您以为就曹双燕那个德行，在潜移默化中不会对甜心造成影响？这种影响，会不会在他长大成人之后作用到他身上呢？您这个决定，的确不光是为了您自己，更是为了甜心的未来。这里面是监控设备，我已经调试好了，能实时录音，能上传云端。您是学新闻出身的，应该比我更清楚，家暴案这种情况最重要的就是取证、验伤、报警。如果事实清晰、态度明确的话，就可以解除婚姻关系了。一直躲，要躲到什么时候呢？我能做的就是这些了，剩下的您自己决定。
推销吗？谁欠你钱？我是畜生，我不是人。原谅我最后一次。每次都那么说，哪次才是真的？你知道我爱你，你知道我不能没有你，星儿不能没有你，这个家不能没有你。我是畜生，你打我好吗？你原谅我最后一次，打我好吗？你随便怎么打我都行，好不好？就最后一次行吗？我求你了，我求你了，我发誓，你看在星儿的面上行吗？你看在星儿的面上，你相信我一次行吗？你让我怎么做？你让我怎么做，你才能相信我？你说，你让我做什么都可以。上课的时候大家一起做游戏，2个小朋友不过不小心撞到了一起，没想到甜心儿上手就把人家给打了。我希望这个事情可以引起您的重视。不好意思啊，崔老师，给你添麻烦了。跟妈妈说，为什么要打人？是他先撞到我的，是他不对。他撞了你是不对，但打人也是不对的。可是妈妈不对的时候，爸爸就这样，为什么我就不可以？妈妈，我们去哪儿？先走。甜心儿，来，自己拿着。曹总好。哎，你好，你好。曹总好。哎，好好。曹总好。哎，曹总好。好好。曹总，哎，小总，田总，有事跟您单独聊聊。啊，那田总，我先出去。手里的工作对完再说。小总，很快，就几分钟时间，好吧？稍微回避一下啊，谢谢。我田总，我有点事儿要跟您汇报。妙妙，我跟田总单独有话说，你一会儿再过来啊。田总，这个事儿特别着急。什么时候该出现，什么时候该回避，你不懂吗？我不是跟你说了吗？我跟田总有话要说，你一会儿过来。实习期没有人教过你是吧？曹总，别生气。妙妙实习的时候呢，算是我带过她。我一直鼓励她坚持做自己，这不是贯彻您在公司的指令吗？哦，那我现在的指令是希望你们2位回避一下。
我跟田总单独聊聊，啊，去吧。要想找我聊，林妙妙必须在。行，那就一起吧。肖总，你也坐，一块儿听听。哦，坐，不啊，那田总，我先出去了。行，把门带上啊。哎，淼淼，麻烦你帮我把这个百叶窗关一下。聊吧。离婚协议书我已经让律师发给你了。你现在跑到公司来是想干嘛？是嫌闹得不够难堪是吗？老婆，咱俩之间不需要律师找。在我的心里，我们已经不是夫妻了。我警告你啊，离田总远一点。淼淼，少管闲事儿，长命百岁啊！你这句话，我可以解读成恐吓吧？曹先生，我提醒你，虽然你把百叶窗拉下来了，但是这个办公室现在加装了监控，你的一举一动都会被记录下来。你的不当言行，只会帮田总完善他的证据链。现在都这么玩哈？万象是我的，你也是我的。你职业生涯所有的一切，你家庭生活所有的一切，都是我曹双印赋予你的。你说离婚就离婚吗？你还准备把公司和心儿都从我手里夺走？没可能的。可不可能不是你说了算的？离婚的事情我已经汇报给投资人了，公司归谁，董事会自然会决定。你觉得除了我之外，还有谁会在意你那点可怜的自尊吗？你别逼人太深了。该说这句话的人是我。你要是还想保住现在的工作，还想住在现在的房子里，就签字离婚。如果你一定要纠缠，我也可以跟你保证，我手写的诉讼书会以最快的速度出现在你们社长的办公桌上，还有我手里的视频会传遍圈里所有人的手机。你不想社死吧？我想跟你一起死啊！你都不要脸了，我还怕吗？发呀！你想想，所有人都会看到平时不可一世的田总在家里被自己的老公打得不堪入目的那一幕。你在你的圈子里啊，在公司上上下下，在所有的家人面前，那个时候你的脸上该多么有光彩啊！啊，哦对了，你对付我的这一招，如果让其他男人都看到了，也可以知道他们将要娶的是一个多么能干的老婆呀。田总是受害者，他不需要担心这些。
曹双叶，你醒醒吧！现在早就不是什么受害者有罪的时代了。你是不是觉得你旁边站着这个紧握着小拳头的黄毛丫头，和她那个家庭主妇的妈妈，能帮到你啊？离婚的事情我没得选。我不是为了自己，我是为了女儿。我不可能让田心儿在你的影响下毁了她以后的人生。谁不从我生活里消失，我就让你现在的生活永远消失。签字，滚蛋！你是我老婆，一辈子都是我老婆。田总，对不起啊，把你给扯进来。恭喜你，终于迈出这一步了。谢谢，忙吧。他还情绪不可控，我还不好惹呢。我回来了，爸爸，叔叔好。呀，家里来客人了，看爸爸给买什么好吃的了。看，来看一看啊，两个人一起吃啊。哎呀，儿子啊，看来今天心情很好哦。妈妈说田蝎以后会常来咱家玩。是吗？欢迎啊！哎，这田心儿怎么接咱们家来了啊？甜甜已经决定了要跟曹双英离婚了，我就告诉甜甜不用担心，如果过渡期间孩子照顾不过来，可以时不时的放在咱家，我帮他看着，一只羊也是理，一群羊也是钱。对，就当羊放呗。反正我现在也没什么事儿。嗯。哎呀，这要决定离婚啊，就是要彻底解决这事儿了，是吧？这当口能帮一把就帮一把啊！过来，是想好了要离的，可是曹双义现在还在纠缠，听说今天上午还跑到公司去闹了，还是咱姑娘挺身而出替甜甜拦着的。哎，咱俩掺和就行了，别再让妙妙搅和进来吧！啊，我真怕这曹双义疯起来。伤了妙妙，这你说的对，回头我叮嘱姑娘两句，别什么危险都往上冲，养成一个习惯了。不过像曹双玉这种窝里横、靠打女人、找存在感的男人，在外面一般都是窝囊废。他要是敢动我姑娘一根头发，我就让他充分的感受什么叫女性力量。他应该娶个像你这样的女人，收拾她。哎呀！妙妙，哎，你怎么来了？我还是不放心，所以现在开始，我是你的私人保镖，每天负责你的安全的问题。你这还挺有奉献精神。
哎，我跟你说啊，我可没钱付你工资。没事儿，大不了以身抵债呗。啊？我开玩笑的，我的意思是说，以后我有用得着你的时候，不是吗？啊，我知道啊，我也没想别的嘛。那老板，帮我来拎。还挺有眼力劲儿。拿好了，别摔着了。你吃饭了吗？我可以没吃。这吃完最后一块都不能吃了啊！来了。沈楠姐，快进来，进来。不好意思啊，今天应酬的太晚了，耽误你们休息了。玩积木呢，不用换鞋，不用换鞋，快进来。甜心儿，甜心儿，甜心儿，有没有调皮？妈妈，特别乖。姐，这段时间真的太麻烦你了，这是一点小小的心意，哎，收着。还拿什么东西？真的不用，真的不用。姐，你必须要拿着，要不然以后我都不好意思再来麻烦你。哎呀，客气什么呀？你都搬到这个小区了，以后我们互相照顾更方便。甜心儿在我这儿玩，狗狗就不粘着我了，我也解放了。好了，不打扰你们休息了。甜心儿，跟阿姨还有狗狗说再见。阿姨再见，狗狗再见，再见。晚上在狗狗家吃的什么呀？有鱼，有排骨，还有青菜。吃这么多呀？妈妈，那是爸爸。妈妈，外面是爸爸，为什么不给爸爸开门啊？甜心儿，你听妈妈跟你说，爸爸妈妈有事情要商量，你自己先去洗漱好不好？没事啊。这曹尚印太吓人了，他是不是有什么毛病啊？他不会下黑手吧？你说这种垃圾人啊，去了别刺激他，远离就是了。哎，我得提醒你，你这急脾气，咱们去就是要确保甜甜母女俩的安全，千万别冲着你正面跟他起冲突了。安全第一，共建和谐社会。就你话多，就你理智。哎呦我的妈呀！哎呦，这大晚上的，我往这儿一坐，怪吓人的。这万一要是惊动了左邻右舍的，这面子上也不好看。还有孩子呢，何必呢？我们到了，不用担心，我们已经告诉物业和。我合法租房，按合同付款。你叫物业保安干啥呀？你们两口子真厉害，没你们两口子和你们家那宝贝闺女的掺和，我跟我们家甜甜搞不到离婚这一步。那个话怎么说来着？宁拆一座庙，不破一桩婚呐。你们非得鼓捣着我跟甜甜离婚啊？搞得我们家星儿这么小的年纪啊，没有爸爸陪伴了啊，缺不缺德啊？亏不亏心啊？
正说话不爱听啊，合着你这打老婆骂孩子吃软饭，到最后都是我们这些旁人管的事啊，理都在你那儿。各家有各家的过法，跟你没关系。这是干嘛呀？跟你没关系。不要拿手指人、啊。我们就参与了，你能把我走开！你听明白了没？快！去之前你不还提醒我吗？别往上冲，安全第一，和谐社会。你怎么倒不冷静呢？让他推你来的啊！跟你动手那把不揍他。大威哥，你这把年纪了，倒显得挺有血性的。那当然，必须的，啊！男人保护老婆孩子天经地义的，啊。夸你半句你就起范儿了。哎呀，不过现在也不行了啊，弄吧，还给自个儿胳膊扭了，这不会落下后遗症吧？这个你放心，幸亏我处理的及时，再晚一会儿这伤口自己就愈合了。那曹双玉就是个假把式，可下回你不许再这样了。还有下回呀？嗯，对你跟那个甜甜说一下，别让他告诉庙的，不想让闺女跟着操心。知道了，您早点安歇吧。哎呀，那行。哎，你好，师傅。啊，马上，妙妙，我迟到了，先走了啊。行，拜拜，明天见，明儿见。好的。喂，妙妙，我已经从耗子店里出来了，再有10几分钟就能到你们公司楼下，你等我一下啊。哎，我不是说了吗？你今天别来接我，你这累了一天了，你赶紧回去吧，我坐公交车回就行。我很快的，你再等我一会儿。真不用，你来了，我都坐上公交车了啊！不说了，拜拜。救命！我好像被曹双英给跟上了。不行，他真的在跟我，救我！不行，他要追上我了，怎么办呀？妙妙，怎么了？有人跟我，你看哪儿呢？别怕，有我在。哎，耗子这儿呢。啊，小七，没事吧？啊，你伤着吧？没事吧？
没伤着你吧？没有。我跟你说啊，这孙子就是缺被人好好敲打，他是不知道你身边有谁。要是我逮着这孙子，我把他……哎呀！说什么呢？我说，法治社会，知法守法。我这信号不好，我出来跟你说。你们都来了啊！基本情况我已经说明了，警察也看了这一路的监控，确定是曹双印的话，就会给予警告处理。就警告啊？那万一他要拼个鱼死网破怎么办呀？他这个人这么在乎面子、尊严、社会地位，在乎到不纠缠田总，所以也不会纠缠你的。我说幸亏你及时赶到，要不然不知道发生啥事儿。我看他还没缓过劲儿来，今天晚上一个人回去估计不行，要不我们陪你回你爸妈家？别，这大晚上的就别让他俩瞎操心了。而且，就我妈那个焦虑情况，她要是知道曹双印跟踪我，那我得找他拼命去。那晚上我陪你住。不行，这不是逛街去，你陪着管什么用啊？现在是要面对一个变态，你去了就是给他加盘菜。那你就放心他一个人回去。这不有我呢吗？我给你们当保镖。也算我一个。哎，正好，我俩左青龙右白虎，守护2倍1万。我怎么感觉更危险？行了，耗子，你别玩了，你睡沙发还是地上？请叫我零陵江，谢谢。行，零陵江，你睡上铺还是睡下铺？我哪儿都不睡，特工哪有睡觉的？特工的眼里只有任务，没有上下铺。赶紧把床给铺了吧！我看你啊，也是20出头，马上奔着30，眼看40，就要50的人了，你不能成熟一点吗？哎，我怎么就不成熟了啊？男人至死是少年，没听过？我这叫不忘初心。行了，我先弄着，保护2位公主的安全就交给你零零钱了。哎，怎么到你这儿成零钱了？其实咱们俩过来是给他们俩壮胆的。曹春英也不知道苗苗住在哪里，即便知道了，他也没有胆子找上门来。小心点总没错，不怕1万，就怕万一，知道吗？不要抱侥幸心理，小心点总没错。逢为过道，也得坐牢。真是。是你们点的烧烤冒菜吗？啊，对不起，送错门了，不是我们点的。吓死我了！没事吧？怎么了？曹双英又找来了吗？没有，耗子被送外卖的给弄伤了。他隔山打牛啊！赶紧把这东西放下。没事吧？没事。你们俩怎么起来了？我睡不着，我这心里还是慌慌的。我一闭上眼睛，我就感觉还是有人跟着我。我是一直跟在你身后啊。苗苗，这有点杯弓蛇影了吧？我知道一套478快速睡眠呼吸法，要不你先试试。死去吧！哎，你确定你这是助眠的？我怎么听着像让人长眠的呀？妙妙，这不是一般的失眠，这是焦虑恐惧造成的。你那玩意儿根本就没用。
那怎么办？这种情况，只能用恐惧抵抗恐惧。来了吗？哦，妈，小七。不是钱三爷，你不害怕吗？恐怖电影本质是通过形象和声效，从听觉和视觉两个方向对观众产生影响，从而引发心理共鸣，形成生理和心理上的双重恐惧。只要懂了这个道理，就应该没有什么可怕的地方了。怎么了？你比恐怖片还可怕，理智的可怕。是你们幼稚的可笑。哎，你咋进来了？耗子。哎呦我去！哎，小狼，这昏过去了，真昏了！有病吧你疯了你！哎呦，吓死了！这3、1，你别跟人睡了，再闹我告诉你妈！哎，别，我睡觉了。哎呦，下手真狠！活该！你妈这势力范围够大的，这以后来你家都是阴影，是不是三爷？嗯。你看什么呢？你在？我害怕。还说什么打败魔法，耗子这招也不管用。不，也不能这么说。托他的福吧，看了一晚上恐怖片，我确实不惦记着曹双印了。但是吧，我老觉得我觉得，你觉得啥？床底下有人。哎，你别自己吓自己了，快睡吧，我明儿还要排练呢。我跟你说，这可能是我距离我女神距离最近的一次了。我甚至都有种错觉，我这个备胎没准哪天就换上，直接开上高速了。耗子，你听说过人生3大幻觉吗？手机震动，我能反杀，他喜欢我。哎，我说你这个人怎么这么没有团队精神啊？你的联盟成员信心满满，你不但不鼓励，你还打击。
我跟你说，就你这种态度，小心我和小七的喜酒我可不轻。在外边守个夜，都想到喜酒了。是不是孩子名字都想好了？哎，不瞒你说，我还真想到，儿子叫江东父老，女儿叫江山如画。